大家好，欢迎来到转型起步智慧工厂白话讲堂。我是主讲人张超人。今天的课程名称是 MES 名词大挑战。一如既往，我们会一开始有两张投影片，一个是介绍有关于白话讲堂的背景介绍，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主讲人张超人的背景介绍。那一如既往这两页我们都不再多做说明。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参考我们的置顶的文章介绍。那今天的课程题目是第二大类的智慧工厂的数位转型，以及第二章 MES 生产执行制造系统的第一小节 MES 名词大挑战。那它有两个先修课程，分别在030跟050。那这个编号课号就是方便让大家在平台上面可以去查找。OK，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MES 名词大挑战。这名词解释在课堂上面注定会是一个比较无聊的课题啦。但是有鉴于呢，智慧工厂白话讲堂当初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提供给所有的一些新鲜人，或者是对智慧制造有兴趣的朋友。当然，这包括了学校的智慧制造课程学习相关的同学们。那也欢迎老师帮我们当做这样的一个智慧制造课程的一个辅助教材。好，那欢迎老师跟学生们能够上来去一起学习跟一起讨论。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制造业里面 IT 啦、IE 啦、工业工程、设备制程，这些我们知道在智慧工厂里面，其实现在生产制造不是只有专门的制造技术，它跟 IT、跟系统、跟整个的 MES 都有息息相关。但是呢，公司内部通常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课程，所以呢，尤其像新进同仁进来的时候，会有一直在摸索。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让这些新进同仁可以比较快的去了解智慧制造到底能够帮他们做什么。那也搭起了 IT 跟制造的一个桥梁。那当然，另外就是在制造业的中高阶主管如果在制造业本身要导入所谓的数字转型这些负责人这些高管那本身如果要去推动整个智慧制造在工厂里面的去执行的话，那他势必需要对智慧制造这些概念想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们也是希望提供给他们能够去更进一步的知道整个智慧工厂、智慧制造的方向。那另外就是有些顾问公司的初学者啦，一样新进公司的同仁，或者是数据分析的顾问我们常讲数据分析做好分析之前，你要了解你的客户在做什么。包括 IT 也是一样，你要帮制造部帮工厂写程式，你也是需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哪里。那我们这边当然提供的也是相关的这些的知识学习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对于想要了解或有需要了解什么是智慧工厂，什么是智慧制造，但是呢，却被这些的名词，我们说过智慧制造的名词非常多困扰的朋友一个完整的学习机会而且你可以用听得懂的方式，不是用教条的方式去介绍一些比较艰深的课程这些名词解释所以说像这些东西虽然比较无聊但是我们还是要安排时间做这样的介绍。那这个课程我们主要介绍5个大的重点，包括 Mesa、Mon、ISA 95、MES 跟 SIM 的名词介绍与观念上的差异。白话讲堂的目的在于用比较简单的话语，让各位听得懂智慧工厂的概念。所以呢，我们不会去针对这些专有名词的定义啦、白皮书去做介绍。要知道像这个 ISA 95啦、Mon 啦、MES 啦、SIM 啦，他们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文件。所以说我们的重点不在介绍文件，我们的重点在于说让各位了解这些名词背后的意思。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网络工具都很发达，听懂之后有兴趣再自行上网去查询因为我们如果介绍这些白皮书的话，一来很浪费时间，二来我相信很多人会听不下去，所以为了怕大家听不下去，我会尽量长话短说。首先来看一个快速的比较表，Mesa Manufacturer Enterprise Solution Association 制造企业解决方案协会，它是在1997年发布了个 Mesa 11的一个概念。那 Mesa 大家在1997年发布了梦里面包括4大领域跟11个功能模组，我们在后面会介绍，成为业界的一个标准的提倡。
所以 Mesa 不是系统 ，Mesa 是定义了 MES 梦的一个协会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组织架构。那它的关系就是说，它为梦提供了业界认可的一个功能架构。那什么叫梦呢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制造营运管理系统，涵盖了 Production 其实就讲的生产制造就讲 MES 以系统来说的话 ，Quality QA 品质的部分 ，Maintenance 维护，所谓的维护是指设备维护保养，Inventory 是指说它的库存它的物料相关的部分，所以它从生产执行制造品质设备的稳定性跟物料管理这4大功能模组去做切入说明。所以 Mesa 定义了梦的雏形这是一个上层管理系统架构，整合了多个系统在里面。那梦呢大于 MES 梦呢大于 MES， 涵盖更完整。其实 MES 会比较倾向在 Production 这一块，所以涵盖了更完整的一个制造营运的管理架构。那 ISA 95呢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utomation 的 Standard 95国际自动化协会标准第95号。所以 ISA 95呢是在2000年发表的，它提供了企业层工厂层以及整合的一个标准架构跟资料模型。那 ISA 的0到4层5层，这个后面我会介绍。那其中 Level 3就是 MES 这一层。那这是 MES 跟梦的一个分层的一个参考标准。那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制造执行系统所以可以看得到MES 制造执行，梦的话是制造营运管理，所以它们涵盖的程度有很大的不一样。可是呢 ，MES 这个名词其实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主要在做一些生产的一些执行、记录、品质、报工、WIP 相关的追踪。那 ISA 95 Level 3就是 MES 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文件的说明跟定义，着重在生产现场管理的系统。那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 S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电脑整合制造SIM 的时间更早在1970年，那时候跨越了设计了制造、物流、流程包括从 CAD/CAM 到 MES 到 Supply Chain 所以早期的整个思维那时候不算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它算是个组织架构定义出来的东西。那这几项后面来说我们都会去做说明。首先介绍 Mesa，Mesa 刚说过了是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olution Association， 在创立是在1992年那去推动 IT 跟 OT 资讯跟营运技术的整合，提供工业化数位能力的一个标准的参考。那 Mesa 呢Mesa 提供了一个 Mesa 11模型所以 Mesa 是一个协会 ，Mesa 11是一个梦的模型，包括了11大功能所以说这个是在1997年由 Mesa 的 International 发布的，那包含了这些相关的内容。那推动梦为一个制造营运的概念，管理的一个概念那从 MES 系统思维延伸到梦的整体的制造营运管理的架构。Mesa 定义，那 Mesa 跟 ISA 95是有合作关系的所以 Mesa 提供了白皮书跟教育资源所以我们待会谈到 ISA 不提供 training， 不提供教育资源但 Mesa 是一个怎么做 ，Mesa 是一个做什么，所以说它是个 IT 的整合了来自于 IT 厂商、顾问公司跟制造企业的服务。那它除了提供白皮书，也提供教育的课程。那 ISA 后来跟 ISA 95密切的合作。所以 Mesa 定义来说是做什么 ，ISA 定义是说怎么去做整合的规范。所以 Mesa 比较像是产业整合的推动，建立它的一个共识语言跟沟通语言，来促进不同厂商之间的标准。那梦的4大功能包括了生产、维护生产就 Production， 维护是 Maintenance， 品质是 Quality， 跟库存 Inventory。那这4大领域里面呢，另外包含了11大功能。可以看到生产作业管里面包括 Production Operation 的 Manager， 管理生产的产品的一个作业的一个管理，跟产品的一个排程的管理那在维护的部分主要是在 Maintenance 的 Operation 的 Management 社会维护保养相关，品质是跟 Quality 有关，那 Inventory 是跟我们的原物料啦的半成品以及工厂做完的成品相关的部分。那除了这4大模组的1到5项之外，还有6到11项是跨模组的，
包括产品的定义。一个工厂里面绝对不会只做一个产品，所以本身你要把这样的不同的产品放到个系统里面去执行，所以它就需要一个 product definition 的一个 management 管理产品的结构相关的规范的系统的输入。那另外就是在 resource 的 management 资源管理，包括人机料啦、工具啦、文件相关的部分 ，data collection 资料收集。Operation 的 performance 跟 analysis 这相关的 KPI、OEE 啊、良率啊、瓶颈 bottleneck 的相关的一些的 KPI 的报告。然后另外就是 operation 的 tracking 产品定义完的时候去产品做生产追踪。那接下来就是把这所有追踪记录能够保留下来包括它的人机料把环相关的记录，以及 operation 的 dispatching 在现场上面如何去做派工调度，让我们的生产资源、生产效率能够达到最高。所以说这大概是梦所组成的4大领域跟11大功能模组。那梦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production 是管生产管制的 ，inventory 管进料跟管成品 ，maintenance 主要管设备，quality 主要管品质分析这一块。那这些都是围绕在整个生产制造周边的辅助系统。OK， 这是梦在谈的部分。再下来 ISA 95。ISA 95是个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utomation 成立是在1945年，但是呢，它是在 Mesa 1997年发表梦之后，去整合发表了2000年发布了 ISA 95，所以 ISA 95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技术标准的一个规章，一个模型。所以 ISA 95定了5个层级，0到4。那有关于 ISA 的5个层级，后面我们会再讨论。那 ISA 95呢是由 ISA 所制定的国际标准 ，Mesa 则负责去推动跟普及化。所以 ISA 95呢，核心的主要目ISA 95是一套企业与工厂层级的系统整合的国际标准，核心目标是让 ERP 啦、资讯层、MES 操作层、工厂层跟 EQP 设备层能够顺利的去做对话跟沟通。那它的3大标准结构，3大标准的构成化，包括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模型的与术语的定义，第二个部分是在数据的交换的模型，定义它的 interface，第3到5个分别对角色啦、入耳的部分，每一个系统的角色的定位、工作流程之间资料流的关系跟资源模型的建立，那这些都是 ISA 95所 define 的一个标准。所以 ISA 像是一个法规的制定者，提供制造业系统整合通讯标准的界面。那它定义的像 OPCUA 啦、B2NML。B2NML 在台湾比较少用我们未来会找个时间去介绍一下什么叫 B2NML， 跟 Smart Manufacturing 的一个智慧制造的概念。那这张图是 ISA 95的系统架构，分别从0到4那这一张图我们今天先不做介绍，下一个课程我们就会专门针对 ISA 95的这个架构去做说明。那 ISA 95的 MES 的定义跟前面的梦不同，那也不是不同其实梦涵盖的是包括了生产管理、维护、品管跟库存。那 ISA 95里面对 MES 这一层 Level 3这一层的定义，包括了这些的内容。那这些内容今天我们也不说明，在下一堂课我们就跟各位说明 MES 的时候，再说明有关于 ISA 95对 MES 的这8大定义。所以简单做个比较 ，Mesa 与 ISA 95的总结Mesa 是一个非营利协会的产业推动者，ISA 95是一个国际标准的组织定义标准的制定。ISA 不是只有定义 ISA 95，ISA 95还有很多其他的定义。那其中 ISA 95是跟智慧制造有关。那在角色的部分 ，Mesa 主要定义的是一个 MES 跟梦的功能的一个模型跟实物的指南。但是呢 ，ISA 主要是在定义这个 MES、ERP 系统间，当然还包括设备层的一个通讯的一个结构跟标准，模型结构跟标准。那关联性的话 ，Mesa 主要是推动梦的概念与 ISA 95搭配。那 ISA 主要是在结构化的定义跟定义的这5层架构。那在代表成果的部分 ，Mesa 推了 Mesa 11白皮书跟教育训练课程，时间是在1997年。ISA 呢的代表成果是定义了 ISA 95的5层架构跟界面之间的模型，就是我们刚刚上面那张图，以及 ISA 95的发布时间是在2000年，所以呢它跟 Mesa 是相互合作的。
好，那实物应用部分，厂商规划梦系统功能的范畴参考。那这个 ISA95是系统整合工程师去定义的 ERP、MES 跟 IoT 厂商遵循的一个标准。那回过来讲，谈完之后我们谈什么叫 SIM 哈，SIM 叫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它其实更早，也就是说在 ISA 跟 MESA 定义了梦跟 MES 之前，其实 MES 跟 CIM 是早就存在的。那它在1997年的1980年，那时候制造业就开始主张用电脑跟资讯整合的技术去做一些全部自动生产的相关数位化，比较代表就是半导体。好，所以说它本身并不是特定组织，它是由 MIT、由业界的这些 IBM、GE、Honeywell 去组成的，还有一些去组成的一个演进出来的概念。推广的代表机构包括了这些的机构，我这边不念了哈。那在半导体的延伸的部分，尤其在半导体几乎没有人在提梦半导体没有人在谈梦的，我们会不会谈到半导体在谈的都是所谓的 MES 西岸特别在 SEMI 呢是半导体制造协会的一个标准这个有机会我们后面会再做说明。那半导体的话推展的叫 SETGEN E10、E30高度的结合，成为无人化工厂的一个基础概念所以说 CIM 基本上在这个过去来说，其实它已经发展了蛮长一段时间。那当然后来现在其实在非半导体产业比较少用 SIM 的这种概念。那它会被 MES 现场执行啦，ERP 的企业资源规划啦，PLM 产品生命周期啦，以及后来的所谓的 Smart Manufacturing 所慢慢取代。但是半导体还是沿用 SIM 这样的一个名词。那 MES 呢？我们刚刚说过，MES 虽然是在 ISA95梦跟那个 MESA 被定义，但是事实上来说，它在1980年代也已经开始出具的一个规模只是到后来1997年才由 MESA 提出这个 MESA 11跟 ISA95在2000年才提出的这个 MES 梦 ISA95的标准所以它其实更早一点。那从1980年代 MES 的概念的发芽当初是为了衔接 ERP 跟现场执行的一个控制。那到1987年呢 ，MES 这个名词首度被正式使用。1987年那时候，大概半导体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大概是在4寸6寸的时候，所以它在管理现场的 WIP 在制品 （Work in Process 在制品）排程追踪等功能去使用。那到1990年的话，MES 厂商崛起，开始有一些像 Camstar 后来被西门子合并 ，Wonderware 基因瓦拉库之类的这些的系统大厂，那开始去导入了 MES， 只是那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所以功能各异那到1992年、1995年 CIM 跟 SIM 的整合，大概这个时候是大概6寸台湾半导体大概是6寸转8寸的时候，所以 MES 因为没办法满足半导体的需求，所以开始提出了 SIM 的概念 Computer Integration Manufacturing，MES 只是 SIM 其中的一环。那到1997年 ，MESA 我们刚刚说过了，发展了 MESA 11，2000年 ISA95定义了 MES 跟梦的标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OK， 所以最后有点这张总结梦比 MES 大，对吗？从定义上面来看是对的梦包括了所谓的 production MES 的部分，quality QMS 的部分，这个 inventory WMS 的部分，以及设备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PMS 的部分。那 MES 只包含了生产执行制造，所以没有错，梦是的确比 MES 大。那既然梦比 MES 大的话，那选梦应该是对的喽。那也未必对于组装业来说，选择梦会比较好的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半导体产业来说，MES 会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再搭配其他的必要的控制系统，形成为一个所谓的 SIM 的架构这对于半导体会比较合适。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半导体会选择 MES 而不选择梦呢？我们前面说过SIM 在兴起年代在1970年到1980年，那时候半导体正起步，那个时候没有 MESA 也没有 ISA95所以半导体的大厂的大多都使用了 MES 加 CIM 整合其他必须的子系统所以如果跟半导体谈梦通常他们不会接受，他们会认为梦不适合半导体那另外呢，半导体强调系统的稳定性所以 MES 是一个子系统，是一个专业的子系统，它不会去跟 PMS， 不会跟 QMS， 不会跟 WMS 整合在一个架构，它会用分离式的架构
那这样的话 Max 系统会比较单纯一点，也会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呢，但是梦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会变成说造成它是一个复杂系统。那这个复杂系统的稳定性就会被半导体人质疑。这个部分有机会我们谈一下为什么12寸的半导体的 solution 这么昂贵。那到时候我们来解释合并跟分散的差别。那简单说吧，很多的梦用在所谓的传统制造业来说的话，一套梦的系统可能呢，这个只是一个大略的参考，可能光是系统 license 可能就要200万，但是半导体的 MES 加 SIM，光是软体的费用可能都要需要到上千万的这样的 level，这样的一个层级，所以他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那既然如此，半导体既然那么完整，那半导体 MES 所谓的其他系统整合在一起，那半导体的其他系统会等于梦吗？应该会大于。前面说过，CIM 的年代是在1970年到1980年，所以半导体通常会使用 MES 这个系统和 CIM 的这个概念。但是因为半导体本身管控的比较精细，有关于半导体为何管控的比较精细，它的控制逻辑，以后我们会找时间去介绍。所以呢，性的组合通常会大于梦，它不会只限于 MES、QMS、WMS 跟 PMS。那这也是为何半导体人不会去接受梦的这个概念。那既然如此呢，那非半导体产业的客户的产业可以使用半导体的 MES 加 SIM 这样的一个产品概念吗？也不会，因为半导体的产业的 MES 都会比较复杂，管控也比较精细，所以呢，造价都很高。非半导体产业的这些客户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平台，而且管理模式也不一样，会受限很多。那另外，半导体呢本身不管控物料，也不是不管控了，它毕竟半导体的 wafer 上面不会额外的插件 ，LCD panel 上面不会额外的插件，所以呢，它比较没有泵的概念，因为它都是 wafer 去做化学气象沉积、物理气象沉积跟光学制程。这个东西后面我们会再提。所以呢，半导体的 MES 拿到组装业去使用，你会发现它没有泵，所以拿到了非半导体的所谓的组装业，它是没办法用的，因为它管不到泵。OK，有关于今天的课程的介绍大概是在到这里。那或许各位会觉得有一点 confuse， 其实这是很普遍的，大家都很 confuse， 很觉得困惑的一些名词定义。那有没有必要对这名词定义稍加去深入去了解？当然有必要。如果你是系统开发者，你势必要把 Mesa， 你是要把 ISA 95的梦跟 Max 的这些的规范文件白皮书拿起来做参考。那如果你是使用者，你只要听得懂跟提得出你需要哪些架构。比如说这张图上面谈到非常多的功能架构名称，今天我们先不介绍。这张图会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跟各位解释的重点。OK， 今天课程到这里，时间比较长一点点名词解释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然后也请各位海涵。那毕竟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了解智慧工厂是有绝对的必要所以我们花了点时间做介绍。那一如既往这个影片的制作规划设计都不容易欢迎各位评论点赞在 YouTube 上面帮我们做订阅跟分享。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每周一、每周四晚上8点，我们都会更新课程。谢谢各位。